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简七啊。Hello。大家有看我讲我发小那篇吗？对，李佳俊，对，讲逼了那个，他今天也来看我来了，他在后台，请假来的。他跟他领导请假的理由是爱奇艺请我去录个节目。给领导吓一跳，给他开的病假。我们毕业之后就一起去了南方，然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啊，日子过得一塌糊涂。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幼稚的人啊，我每周必看白桃星座，桃白白，就它是一个公众号，它会给你下周的健康做一个预测，让你提前来预防啊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它准的有点邪门了。就下周他让我哪儿疼，我哪儿就疼。我说这是白桃星座吗？这不死亡笔记吗？说我下周胰腺疼，我都不知道我胰腺在哪儿。我问我发小，我说你胰腺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他说我胰现在在深圳。我说我不是说你胰在哪儿，我是说胰腺在哪儿。胰腺呐，北上广深吗？他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人啊。我记得有次我微信上不去了，需要好友给我发验证码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你微信给我发688423。”他说：“我暂时没有这么多钱。”你能不能容我2天？我说这2天你要干啥呀？去胰腺找你姨呀？当时每天日子过得就是非常荒唐啊！我记得有次我们去楼下盖浇饭吃饭，我就觉得那个盐就特别咸啊，盐都硌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吃了一口，他说先别吃了，就是他家用的盐是大粒盐，扫血用。我说南方也不下雪呀，他说所以就用这儿了吗？他还是接着吃了，把这个盐挑出去，碗都快空了。我就感觉就是米不够了，把盐叫过来撑场面。米说跟我走吧，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。盐一想也行吧，万一有人吃一肚子血呢，是吧？对，这就是我的风格啊。日子就是过得也非常窘迫，家里太小了，放不下任何家用电器。我去剪头发，理发师问我平时怎么吹头发，我说我一般是骑自行车吹，一般是背头。我要是想3期，我就得。这段子写的太有生活了。你就别说这个吹风筒了就经常在家吃饭就是买馒头，舀一大口，当碗，既是饭碗也是晚饭就你拿这东西出去，你都没法要饭。我这一伸手说给点吧，人说你这不有吃的吗？房间真的太小了，只能摆下一张床，然后我跟他一块儿住在床上。他还是比较邋遢的那种人，他比较邋遢，喝完的这个瓶罐矿泉水瓶就都立在床上，他一睡觉就跟帝王出土似的。我有一次偷拍的一张照片，然后发给我妈抱怨，我妈说这孩子要干啥呀，非得在桌子上躺着呢。每天晚上他一睡觉一翻身，这些瓶就全滚我这边来了。哎呀，哗啦哗啦，我就感觉我一闭上眼就回到童年，我睡在这个海洋球城堡里。当时每天都在抱怨，就是房间太小了。直到我们发现隔壁住着一家3口，哎呦，一家3口住5、6平，非常感慨。我就觉得空间越小，他人就越多。
对吧？很奇怪，空间越小人就越多，空间越大人就越少，对吧？200平的豪宅它可能只住2个人，但8人的合租房肯定不只住8个人，你就感觉穷人他就是好收纳。我现在兜里就揣俩，别出了啊！所以我理解的阶级就是越高就越不拥挤。你看我们从这边到这边啊，只要晋级就会多个扶手，多点距离，对吧？我们得拼命用幽默感换一点空间。你们再看看评委席，不用幽默也能得到空间。当然，我这也是一个幽默，看他们懂不懂。笑了就是段子幽默，不笑就是段子完整啊，没事。我昨天发小也陪我彩排了，他就看着我们选手的座位说：“你们座太小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坐那边？”我说：“你再容我2天啊。”其实我今天总决赛发小能来真的很开心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聚的很少了，我总会想起原来我们住在一起，就在那个小房间里。虽然房间很小，但每天就是胡思乱想，说一些有的没的，你一嘴我一嘴的。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书，书上说雪糕是元朝发明的，我就开始思考，那怎么没有雪糕古董呢？然后就想明白了，雪糕会化。想明白之后就有点伤感，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它连被保存的资格都没有。那你没有证据，你可以随便说，你可以说它是侏罗纪发明的，对吧？随便吧。我把这个结论告诉我发小，说雪糕是侏罗纪发明的。他说那侏罗纪挺厉害呀。这时候我听见房间外有人在笑啊，我说咋的了？咱俩出去看看。他说咱俩听话吧，别出去了。我说听谁说话？他说你知道咱俩现在在哪儿吗？咱俩被人揣兜里了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简七啊。我今天聊一聊我毕业之后的事儿啊。我毕业之后是来到了上海沪漂，当时没有什么钱，很穷。首先是吃饭得解决。我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就如果说你跟着农民工去吃饭，你就会找到当地最便宜、最实惠的饭馆。我跟回工地了，就没有钱也没有常识。我在工地门口才想明白，你是不是应该饭点再跟呢？很穷啊，很穷。我来上海的第一站就去了财神庙啊，财神庙还收门票。买完门票没钱买香了，只能空手拜。别人在那香火一柱，保佑年入千万，一切顺利，他就走了。我偷他的香，我接好运。哎呦，太好笑了！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，然后就想当保安。真的。我后来是去复旦当的保安。不是，这有什么可哇的呢？不是，你们也太学历崇拜了吧？其实我也一样，我为什么去复旦当保安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想在以后朋友聚会沉默时，我突然说一句自由而无用。他说什么玩意儿？我说没事，我们学校校训。其实复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。我本来想去迪士尼当保安，当保安王子，把在逃公主全接回来，被迪士尼拒绝了。他们说我没有保安证，我说我会唱 Let It Go 也不行吗？他说。面试就非常痛快啊，复旦面试就非常痛快。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坐过牢吗？
他问的有点太笃定了，以至于我不知道坐牢他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。我脑袋也是一抽，我跟他说，我可以学。去复旦校园里准备报到啊，非常开心啊。正美呢，被门口保安拿下了。他说你是干啥的？我说我过来当保安。他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事。我说就非得说是同事吗？就不能说是校友吗？我当上保安，我发现每天早上保安要集合做操啊，队长要教我们指挥停车的几种手势啊。我当时就发懵，我说这怎么还指挥上交通了呢？这是复旦大学还是交通大学？队长说这个是停车啊，这个是左转啊，这个是倒车。教完之后，他开始训话。他说今天我们的任务跟往常一样，校园内他不让停车。我说那刚才教啥呢？你不让停车的手势我见过呀，你就去。我被分配到了巡逻岗啊，我不知道得去哪儿，我就问队长，我说我们应该去哪儿巡逻？队长说你看哪没有保安你就去哪儿，网吧没有，但里面都是当保安的种子选手。其实我们巡逻就是负责复旦学生的安全啊，但是复旦学生非常安全啊，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就是把倒了的共享单车摆正。但是复旦学生素质有点太高了，车倒了他们自己会摆。也就是说，我干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，我每天就在那找活，我就在那找倒了的共享单车。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辆，非常激动，我这么一扶倒了一排。我非常开心，因为终于有活干了。但是让我非常羞愧的是，复旦学生开始围过来帮我，我都有点急了。我说这是我的活啊，你学去呀，你不学我也不学，那复旦开它干啥呀？学生真的太善良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岗，跑过来一个男生，他说校外有一个大爷晕倒了，让我赶紧处理一下。啊，我不能让他白信任我，但我也必须得站岗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你当一会儿保安。我把帽子给他戴上。当他向我回礼的那一瞬间，交接仪式完成了。我赶紧找到大爷一看啊，大爷在那睡觉。我又回学校啊，我离远一看，那个学生站得比我精神多了，他在那查别人校园卡呢。我说干得还挺好，换回来吧。他没让我进，他说我没有校园卡。我说你真是当保安的好苗子啊，有点权利你就知道难为别人。他说就是跟我开个小玩笑啊，觉得当保安挺有意思的。那一刻我情绪非常复杂，就他能随时替我当保安，我不能替他念书，我会的就那些玩意儿，对吧？你们想，如果课堂上老师对我提问，他说高分子材料在哪个区域有不可替代性，我说这个区域我不负责。你可以问他啊。老师说你赶紧回去复习吧，我说去。其实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孤独啊，也没有人可以说话，然后我就写成了日记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晚上下班了，保安都去钓鱼了，都在河边站一排，河很安全，鱼很危险。我没地方去，我就去对面写字楼厕所里哭，哭完回来才想起来没上厕所。当时很晚了，我路过河边，只剩一个钓鱼的保安了，我们也不认识。他问我要大鱼不，我说不要了，我自己都没地方待，他就给放了。他说做大鱼真好，自由。哎呀，其实也没啥用。
我意识到我们是校友。他说：“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”他说完，我就去网吧了。好，讲到这了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减七啊，我是林减七。然后，谢谢。好，我也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一个3本艺术生。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导演啊，学电影。我一开始还挺努力的。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广告课，要看大量的广告。我没有会员，看广告之前还得看广告。还有门课叫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运用。我当时一听这课，我得好好上。第一节课，老师告诉我们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英文呢，叫 Digital Video Desk， 简称 DVD。我说你教我这个，你想让我怎么找工作呀？毕业之后，人家问我你会做 PPT 吗？我说我会刻 DVD。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。一天就整的没有用呢。写作业也是，我在作业里面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 PS， 老师说我这么写不专业，让我写全称。Adobe Photoshop， 我不会拼Adobe Photoshop， 我就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美图秀秀啊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不知道修图是什么东西啊，他只在乎修。他说他用的是螺丝刀，老师让他重修啊。但是我也不在乎老师教的怎么差，我只在乎电影本身。所以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也跟着糊弄，最后那个论文让我糊弄的。我论文写电影的嘛，就为了致敬美国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，我就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英文，再翻译成法语，再翻译回来。那论文让我写的跟摩斯密码一样，老师让我查重，我都不知道查重是个什么东西啊！一查60%多，我以为我及格了呢。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越低越好，改了2行变70%了。老师说我这也没办法，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降重软件啊，就是由人工智能把我论文和别人论文相似的词，它做一个置换和延伸。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弱智了。我写电影《喜宴》，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。美丽人生，漂漂亮亮一辈子。沉默的羔羊，小羊崽子不吱声。你说这？我们拍的作品也可谓是群魔乱舞，根本没法看，但是很好夸。同学给你发过去，你也不用看，你就回他4个字：像贾樟柯。哎，他说：“哥们儿，你真懂我啊！”其实他不像贾樟柯，其实他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。一个班12个贾樟柯，科班出身。我们也确实没有艺术的本领，只有艺术气质啊，那样是不被理解的啊！都去懂这个世界了，没有人懂我。我记得我毕业之后，长发飘飘去兼职少儿美术，小孩也不懂我，很伤我心啊。他们管我叫大美女哥哥。我说你好好上课啊，小朋友老登。很残酷啊，找不到与艺术有关的工作，很残酷。比如说我大学有一个同学，他每天就在看苏联电影，非常喜欢看苏联电影。他是真正的爱好做到了职业，他现在在景区卖俄罗斯套娃。我也是啊，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啊。保安家族。当时还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自我陶醉里啊。队长让我调一些监控，我调一调我就看进去了。
现实主义长镜头，太文艺了，谁拍的？30天的一镜到底。那演的也自然，警察要不告诉我，我都没看出来是小偷。虽然毕业之后不在这个行业了，但还是保持着这个行业的敏感啊，算是最后一点点坚持。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原倍速看电影，但我发现好像大家对看电影没有什么耐心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看电影他就得3倍速的看，他看什么都得3倍速，他看闪电侠也得3倍速。我瞄了一眼啊，我都没看见闪电侠。而且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，总有一些人会打扰你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《封神》，我后面坐了一对父子，然后电影里面妲己刚出场，准备脱衣服洗澡的时候，后面爸爸跟儿子说了一句：“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啊！”哎呀，他说的太大声了，我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呢。我说这块字幕怎么没对上呢？啊？那电影都上架了，让你爸拿下。而且就是很多人呢，还会在这个电影院里拍一些照片，然后发到朋友圈里。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，就是说我只拍了1张图片，我又不会剧透什么。那我朋友圈也不是就你一个微信好友。我记得那阵复联上映的时候，我刷朋友圈，刷到了一群人在参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葬礼。再往下一刷是受伤的钢铁侠。在我朋友圈玩倒叙呢，还不剧透电影。如果你能1秒刷24个朋友圈，你甚至能发明电影。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，没有什么立场说盗摄。你不能前脚说人家盗摄，然后后脚就猫被窝里看盗版。我现在也有点受够了，就我看的所有盗版电影，它的场景都发生在澳门新葡京。这个东西真神啊！只要你是视频，就有澳门新葡京。它不管你什么综艺、电影、高雅低俗，它都有。如果你在这个盗版网站上看过《孤注一掷》啊，非常讽刺啊！你播放它是反诈，暂停它就是诈骗了。你播放是荷官发牌，暂停荷官还在发牌。所以我也无所谓了，我也随便了，反正我这段播出之后也会上盗版。那我就不麻烦他们了，我自己来。澳门新葡京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，100万大奖等你拿！新葡京娱乐城，您的不二之选。这是我上节目之后念的第1条广告。到时候播出肯定会有电视观众一晃神儿，哎，我到底是不是爱奇艺会员来着？其实节目组不让我讲澳门新葡京，说这个东西有点太上不了台面。我说我可以隐晦点讲，我可以简短点，我可以说葡京。他说你快说澳门新葡京吧。好，讲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减七啊，我是林减七。啊，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，我只知道我20多岁，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。我有次打开计算器，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，我是99年的，我就打25减99，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。啊，宝宝，你是一个早产儿啊！作为一个早产儿。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，我很聪明。比如说，我想在我脑袋的2边纹身，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，我想纹一句：“不是让你别剪这么多吗？”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。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，你们还记得吗？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，
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，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，就在我的世界观里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，你们懂？他就转。我去查了一下，他跟春晚的渊源啊，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，没有人拦下孩子。冯小刚看见了，说你能转2个点，你就能转4个点。他不像一个导演，他像一个基金经理。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，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，就5、4、3、2、1，过年了，画面切回来，它就消失了。为什么不给他设计一个谢幕呢？我好奇呀，我在乎他。你好歹让他转完走一下直线吧。不理解，不理解。哦，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。我觉得奥运会啊，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、更快、更强吗？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，啊，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。我当时还看见有一个新闻啊，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，他的药检呈阳性。我说哥们儿，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？你那么嗨要干啥呀？啊，人家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，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？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，他就是嗨了。他一走到那儿，哎，有个马，啊，走就走了。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，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，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。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，他就教我，他说你等我每次上车之后，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，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。我就是这么做的，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那公交车不用拍。”我就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从小到大，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。我发小也是，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，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。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，他就念什么名。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，他说你就用那个哔了哔了呀。我认识他15年了，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，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。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，今天是炎龙侠，明天是迪迦。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？他说是欢欢。我说欢欢挺冷门啊，哪部作品里面？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，福娃。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2次元啊。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。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，我说吃羊蝎子吗？他说不吃了，我海鲜过敏。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，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。我说哥们儿，那蝎子是山里的呀。他说是哈，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。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。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
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。我说谁？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，所以应该叫壁虎。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，像爬山一样，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。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？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呢？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、壁虎了。但我也在这山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，我就发现，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，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，你受不到一点伤害。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，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，跟我们说：“你们呐，以后还是得挣钱呐。你看哥们，我现在啊，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。”我心都碎了。我发小是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啊，多少？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？”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？好，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简七，我是一个东北人，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。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，你就很难介绍自己。别人问我家在哪儿，我说辽宁，他说辽宁哪儿？我说抚顺，他说抚顺在哪儿？我说离沈阳很近，每次都很繁琐，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。我是辽宁沈阳抚顺，我是辽宁沈阳抚顺。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抚顺。”你好，抚顺，我广西南宁理坤，你好。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，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。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儿，就是拼车跟拒载。有一次我坐在副驾，他车一停，问路边的人说：“走吗？”路边人看了看，我说：“车里有人啊。”摇了摇头。他这一摇头，司机就骂一道，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？有人怕啥呀？他是死人呐！我说。非常野蛮啊！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，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，我还没说话，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。一个说：“我都停了，你还停啥呀？”那个说：“我停你爹身上了。”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？我就在那站着，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。我就只能在那等待，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。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，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：“我说师傅，我去火车站。”他说：“小伙儿，我不去。”也没有共享单车。其实投放了一批共享单车。1夜就没了，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，太快，就1夜。哈喽单车拜拜了。你们想象那个场面，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，放自己车筐里，骑着去卖铁。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。他们打破的很彻底，他框是框，架是架。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，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，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，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，哎呦，穿越了，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。拿小锤搁那敲，
太震撼了，全民运动。我说怎么了？又变杠了啊？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，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。宗教也是，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。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，准备上天堂。信别的就很少，你要跟他说轮回，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。啊，宗教这儿不让干，那不让干，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，因为我能忏悔。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，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。哎呦，这帮堕落天使啊！打1个礼拜，进去做1个礼拜啊！那话你都没听过呀，主啊，我忏悔，妈3代1出早了。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！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，就一般是这个饭店、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，就摆在架子上，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。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，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。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，还是先没的文化？你们能想象吗？一个个嗷嗷待哺、渴望知识的青年，翻开书一看，我文化了啊！我还上网查了一下，这种书它叫仿真书。哎呦，你听它这个名字啊，仿真书。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。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，我同学就指着我，他说：“你这个鞋是假的。”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。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，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。但是仿真书啊，它都不是书，它是纸壳子。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，来了全给你拿跑。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假书壳子，你能借走。当他跟我说这书啊，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，我都有点入定了。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？老师问我看没看过《红楼梦》，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。我还看过吗？我都看透了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嗨，朋友们啊，非常开心的大家演出，我叫于博，来自一个教育大省，山东、黑龙江。可以，鹏哥接着释放吧。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，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？当然，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。各位，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，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，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。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，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比北上广深高多了。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，7所高中。没有中专和技校，每个混混都有文凭。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，都会三角函数。你说学那有啥用？我说看那香港电影《古惑仔》，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，一眼就发现了。那大哥说。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，
大哥不行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略 G 为排，淹死就飘了。重视教育，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，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，很直接，很夸张。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，清北班，太直接了。这和那是衡水中学不一样，人家不叫但能考上。我考不考上别说，我们就叫，先叫。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。但这个名字太重了，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。往那一站，很刻薄，30个人，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，就必须上清北，谁不上，谁是班级的失败者，是 loser。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。最好情况，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。这种班级太吓人，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，奔清北、梦清